虽然收拾了粉野妖族，夺回了属于楚氏天族的领地，可是楚风却很清楚，他们目前的真正对手并不是粉野妖族，也不是青羽妖族。楚风很清楚他进入此处的目的，他可不是要在祖武修行界的东域称雄，他是要称霸整个祖武修行界的。但是有争斗，就必然有伤亡，如何保证他这些兄弟姐妹的安全，一直是困扰楚风的问题。但是现在，楚风却发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楚风来到这座主城之后，便找到了解决的方法。这也是为何楚风会放粉野妖族的人离去，为何会对那些受粉野妖族的族人邀请而来的客人不客气的原因。因为楚风找到了保护他族人的方法，随意自然不怕粉野妖族，去找青羽妖族来帮忙。而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激活这座主城的守护大阵。这座主城蕴藏着一个非常厉害的守护大阵，旁人不知道，但楚风一眼就看穿了，并非是凭借观察手段看穿的，而是一种直觉。当他靠近之后，便有了这种强烈的感觉。楚风此刻尽管还没有找到那守护大阵的阵眼，但是楚风却坚信他能找到那座大阵，并且只要激活了那座大阵，那么他们身在此阵之中都将安全。所以楚风在驱赶走粉野妖族之后，并没有与其他族人一同庆祝，而是开始寻找那座守护大阵的阵眼，并且眼下他已经有了一些头绪，而他的头绪竟然也是来自他的直觉。但楚风并不知道，在他努力寻找这座主城守护大阵阵眼的时候，两个人却正在暗中观察着他，而这两个人便是东郭天族的那两位。这两位一直跟随楚风而来，见证了楚风所做的一切。这个楚风还真是不简单，抛开修为与天赋不谈，单单是他的这份胆识和这份领导能力，他便是个人物。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这么说来，你是准备帮他了？”东郭双雄的老二问道：“你怎么看？”老大问道：“这样的人物，就算没我东郭天族帮忙，日后也定然会成长起来。既然在能帮他的时候可以帮他，为何不帮呢？”老二说道。听得此话，老大也是笑了。此刻东郭双雄已经下定决心要守护楚风，守护楚氏天族，因为他们都坚信楚风日后会成长起来，搅动这祖武修行界的平静。而现在是与楚风结交的最佳时机，若是此事不与楚风结交，那怕是要永远的错过与楚风结交的机会了。大哥，你觉得这楚风日后会追赶上那乌马圣杰的脚步吗？忽然老二问道。乌马圣杰的确是1号人物，如他这样的天才太少见了，并且我也坚信乌马圣杰日后会再成为整个祖武星域内的1号人物。而现在乌马圣杰已经在祖武修行界内名声鹊起，并且成功的带着乌马天族进入了祖武修行界的主域，这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楚风虽然潜力很强，但能否追赶上乌马圣杰还真是不好说啊。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我听最新进入祖武修行界的弟兄说，天机尊者进行了预言，他预言到在祖武星域的东部会出现一位绝世奇才，这个绝世奇才可与灵狐鸿飞一较高下。而现在外界都几乎确定，那个日后能与灵狐鸿飞一较高下的绝世奇才，便是乌马天族的乌马圣杰。”东郭天族的老二说道：“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东郭天族的老大说道：“那大哥，你觉得呢？会是乌马圣杰吗？乌马圣杰日后真的能成长为与灵狐鸿飞一个级别的天才？”东郭双雄的老二问道：“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你，因为你我都很清楚，灵狐鸿飞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他与其他小辈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若要说谁能成长到他那种地步的话，我还真是想不出来。”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那倒也是。”对于齐大哥的话，东郭双雄的老二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进入祖武修行界之前，他们曾见过灵狐鸿飞，那个目前祖武星域的最强天才，号称会超越楚轩辕的存在。正因见过，他们才印象深刻。因为灵狐鸿飞的实力当真已经强大到了连他们二人都望而生畏的地步。那楚风怎么进入房间就不出来了？他都不与众位同族的兄弟姐妹庆祝的吗？可忽然，东郭双雄的老二再度将目光投向了那座主城，因为他早就注意到楚风进入了一座宫殿后便没有再出来，而那座宫殿刚好有特殊的阵法守护，所以他们也看不到楚风现在在做什么。楚风该不会是累了，去休息了吧？东郭双雄的老二说道。应该不会。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要不要我过去一探究竟？东郭双雄的老二问道。算了，还是不要靠他太近。这楚风虽然只是8品天仙，但他却是尊袍界灵师，感应力非常人可比。我们若是靠得太近，他可能会有所察觉。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察觉便察觉，那又如何？难道我们还怕被他发现不成？东郭双雄的老二不以为然的说道。但是很快的他又问道。对了，大哥，既然已经决定帮助他们了，那我们又何必隐藏身份？何不干脆现身呢？二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先前也看到了，那粉野妖族的族人都向青羽妖族的方向逃去了，他们定然是去找青羽妖族求助了。而以青羽妖族的性格，绝对不会放过楚氏天族的。我们兄弟二人若是此刻现身，那么楚氏天族的族人心中便更有底气，哪怕青羽妖族来犯，他们也都不怕了。可我们兄弟二人若是不现身的话，那么待青羽妖族的族人来到此处，他们定然会被吓得魂飞魄散。等他们绝望之际，我们兄弟二人再出手相助，那个时候他们便会感恩戴德，才会对我们的恩情铭记于心啊。东郭双雄的老大说道。高啊，大哥，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还是你高明。东郭双雄的老二赞不绝口，而被弟弟称赞，东郭双雄的老大也是一脸的笑意。只是他们却并不知道，哪怕他们此刻进入那座宫殿去找楚风，他们也找不到，因为眼下楚风并不在那座宫殿之内，眼下的楚风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内布满了强大的阵法。楚风进入此处完全是凭借直觉找到了一个入口，若不是凭借直觉的话，哪怕是楚风用天眼也根本无法寻得进入此处的入口。眼下身在此处，哪怕楚风也是一脸的惊叹，好厉害的阵法！此刻就连女王大人
也是忍不住发出惊叹的声音。楚风，楚风，快让本女王出去，本女王要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结界之力。女王大人开口说道。而女王大人既然开口了，楚风自然不会不从，而是立刻张开界灵大门。界灵大门开启之后，一道倩影便自其中跳跃着走了出来。这位自然便是女王大人。这里的结界之力还浓郁，真不知道是何人布置了此阵。女王大人感叹道：“应该是我爷爷布置的此阵，而后我父亲又修饰过。”楚风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女王大人问道。“我说直觉，你信吗？”楚风笑着问道。“不信，你快告诉本女王，你到底是如何知道的？是这里有你爷爷和你父亲的气息吗？”女王大人连连追问道。“真的不骗你，真的只是直觉，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爷爷与我父亲的气息。”楚风说道。“真的假的？这么玄乎？”女王大人皱着眉头问道。这个模样倒是非常的可爱。而此刻的楚风则是淡淡一笑，说道：“是很神奇，但也许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吧。那你现在能催动此阵吗？”女王大人关切地问道。毕竟楚风能否保住这主城，还都要靠着这座守护大阵。这座大阵非常的厉害，也非常的复杂，其中不仅蕴藏着防御大阵，还蕴藏着攻杀大阵。只是这座大阵太强了，莫说攻杀的大阵，哪怕是防御大阵，我想要催动也是很难。楚风说道。那你有把握催动这座大阵吗？女王大人问道。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可以试一试。楚风说道。那好，你试一试吧，本女王也去溜达一下。女王大人说话间便要离去。我的蛋蛋，你去干嘛？楚风好奇地问道。不瞒你说，来到此处后，本女王也有了一种直觉，我要看看我的直觉能带着我找到些什么。女王大人笑眯眯地说道。那好，你去吧，不过可要注意安全。楚风笑着说道。放心吧，我是你的界灵，又没办法离你太远，会在你的掌控范围内的。况且这是你爷爷和你父亲布置的阵法，难道还会撤本女王不成？女王大人说话间便蹦蹦跳跳地向远处而去。看着女王大人那欢快的模样，楚风的嘴角则是扬起了一抹笑容。这么多年了，女王大人依旧是一副少女的心性，而这种不变却倒也是楚风最喜欢的地方。而在女王大人离去之后，楚风则是来到一座阵法之前，盘膝而坐，开始布置阵法。此处乃是这座主城所有阵法的阵眼所在，这里有着多种阵法，而楚风面前的这座阵法可以说是此处最弱的一座防御阵法了。但就是最弱的一座防御阵法，却也需要楚风施展全力才有机会与其融合，唯有力量融合之后，楚风才能催动这座阵法。想必也正因为想催动这些阵法很难，所以时到今日，楚氏天族才没有人知道这些阵法吧。毕竟就算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催动啊。然而在楚风耗尽心力去想办法与那阵法相融的时候，在青羽妖族内却发生着另外一幕。青羽妖族的某座大殿内，青羽凤鸣以及青羽妖族的许多族人都聚在此处，其中也包括了那位青羽洞。只不过此刻的青羽洞却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起一下，让正在受罚。之所以受罚，是因为青羽凤鸣告了他的状，告他在楚氏天族的面前丢尽了他青羽妖族的脸面。但是眼下这座主殿内却发出了两种声音，一方是支持讨伐楚氏天族的，而另一方则是不想讨伐楚氏天族的。毕竟不管青羽凤鸣有没有添油加醋，可是人们也能听出楚风的不简单，所以青羽妖族内便有一小部分人觉得还是不要与楚风为敌为好，因为他们见识过太多人崛起，甚至亲眼见证过乌马天族的乌马圣杰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击败众多对手的。那些对手惨不忍睹，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而楚风毕竟是楚轩辕之子，这些人便觉得楚风很可能成为这东域内的第二个乌马圣杰，粉野妖族不当与他为敌。好了，都别吵了。忽然一道声音响起，而原本充满争议的大殿也是变得异常安静。说此话的人坐在这主殿的首位之上，此人剑眉星目，长得很是英俊，是那种单靠外表便会让不少女子产生爱慕之情的俊美男。而此人名为青羽瑞泽，乃是青羽妖族之中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的最强者，也是青羽妖族这些族人在祖武修行界内的领导者。楚轩辕之子，有点意思。青羽瑞泽淡淡的笑了，却没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做了怎样的决定。瑞泽大哥，我们必须好好惩治一下那楚氏天族，不可，不然此事传出去，我青羽妖族的脸面就丢尽了。我们该如何在这祖武修行界内立足？青羽凤鸣说道。不可，那乌马圣杰难道还不足以成为我辈的前车之鉴吗？可是此话说完，便立刻有人站出来反对。就算那楚风能成为第二个乌马圣杰又如何？难道我们不应当在他们没成长起来之前将他收拾掉吗？否则若是日后待他成长起来，那还会有我们的好日子过。青羽凤鸣说道。凤鸣，你不懂，那般天才都是有大气运者，你以为你真的除得掉他吗？当年那些想除掉乌马圣杰的人也是与你一样的想法，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他们未能除掉乌马圣杰，反而都被乌马圣杰收拾了。有族人想劝道，好了，都说了住口，让我想一想。青羽瑞泽大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包括青羽凤鸣在内也都是闭上了嘴巴，他们都从青羽瑞泽的话语之中听到了怒意，而他们很清楚青羽瑞泽若是动怒，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没人想要惹怒青羽瑞泽。瑞泽大哥，粉野妖族的粉野刚好前来求见。就在此刻，殿门外传来一道声音，他来做什么？不见。青羽瑞泽冷漠地说道。其实在他看来，粉野妖族不过就是他的一条走狗，心情好的时候倒无所谓，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懒得搭理这种人。瑞泽大哥，粉野刚好此次前来与楚氏天族有关。门外再度传来声音，听得此话，莫说青羽瑞泽，几乎殿内的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变，又是楚氏天族。此刻青羽瑞泽眉头紧皱，随后大袖一挥，那紧闭的殿门便立刻开启，喝道，把他带过来。
而青羽瑞则此话落下没有多久，便立刻看到粉野刚豪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内，眼睁睁地见着粉野刚豪自店门外走入。青羽妖族的众人皆是满眼的惊讶，因为他们发现粉野刚豪居然是一路爬进来的。粉野刚豪，你这是做什么？就算你有事相求，也不必这般吧？青羽瑞则说道：“大人，并非小人想要这般，而是我如今根本无法站立，只能跪着呀。”粉野刚豪一脸委屈地说道：“他粉野妖族明明身材高大，看上去凶神恶煞的，比人族不知道凶悍多少倍。可是此刻，粉野刚豪不仅一脸委屈，在他说话的时候，居然是泪如雨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青羽瑞则问道。随后，粉野刚豪便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粉野瑞则。当然，他所说的话自然不是实话，他害怕青羽妖族不帮他，所以他便特意添油加醋，说了不少楚风的坏话。这楚风竟然如此狂妄！果不其然，听过粉野刚豪的一番话后，青羽妖族的人们脸上的怒意则是越来越浓。不止如此，那楚风还叫我给您带话。粉野刚豪说道。什么话？青羽瑞则问道。那楚风让我转告你，说让你们等着，他们下一个要收拾的便是你青羽妖族啊。粉野刚豪说道。粉野刚豪此话落下，一声炸响便猛然传来，是青羽瑞则身旁的茶几被青羽瑞则一巴掌拍成了粉碎。此刻，青羽瑞则已然站起身来，在他的眼中不仅布满了怒意，还充斥着杀意。这楚风竟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若是继续袖手旁观，他怕是真的要来我头上撒野了。云龙、云虎！猛然间，青羽瑞则大喝一声：“云龙在，云虎在！”而他此话说完，便立刻有两人站了出来。此二人乃是一对孪生兄弟，也是青羽瑞则手下的大将，可以说是除了青羽瑞则之外，这祖武修行界内青羽妖族最强横的两个人。在这祖武修行界的东域内，他们兄弟二人被誉为龙虎双雄，与东郭天族的东郭双雄齐名。你们二人亲自带领我族弟兄去讨伐那楚氏天族，务必将那楚风给我抓回来。青羽瑞则高声说道。遵命。青羽云龙与青羽云虎齐声说道。这一刻，青羽凤鸣的嘴角不由扬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虽说他已经见识过楚风的手段，可是青羽云龙与青羽云虎两兄弟出手的话，那么在他看来，楚风仍旧是必死无疑。毕竟这两位可都是武仙境的高手。瑞则大哥，那我们何时动身？青羽凤鸣问道，因为他迫不及待的想要看楚风倒霉的样子。事不宜迟，你们现在便出发。青羽瑞则说道。遵命。他此话一出，龙虎兄弟以及青羽凤鸣等人便立刻抱拳，随后准备离开这座主殿。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这座主殿之内。这是一个小女孩，一头白发，虽然怪异，可是她长得却是天真无邪，甚是可爱。当这个小女孩出现之后，所有人都是愣在了那里，甚至眼中或多或少的涌现出了一丝不安的神色，因为这位蹦蹦跳跳跑进来的小丫头名为白梨落。青羽妖族的人都很清楚，这张可爱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怪物。大殿内聚集的可几乎都是青羽妖族的上层人物，因此这大殿内几乎汇集了青羽妖族的最强战力。可是白梨落的出现却让在场的许多人乱了阵脚。白梨落这个小丫头虽然看上去人畜无害，可是在这祖武修行界待得久的人，尤其是东域的人，都很清楚这个小丫头有多么可怕。梨落姑娘，你怎么来了？这不，见到白梨落之后，就连青羽瑞则也是赶忙迎面走来，态度那叫一个随和。这不是此次未能找到仙金矿，所以来给你赔个不是吗？白梨落撅着小嘴说道。梨落姑娘，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你可就真是见外了。那仙金矿本就难找，没有寻到也很是正常，根本不能怪你。青羽瑞则当真没有一丝责怪的意思，因为他很清楚，他现在需要拉拢白梨落。至于仙金矿，真的不是什么问题，重点是白梨落愿意与他联手。若是能够得到白梨落，那他统一整个祖武修行界的东域便有希望了。总之，空手而归不是太好。而我先前在外面听说你们要去讨伐那个楚氏天族，不如这样吧，本姑娘也一同前去，把那个叫楚风的人给抓回来，就当作是加入你青羽妖族的见面礼吧。白梨落说道。梨落姑娘，这么说来，你是决定做我青羽妖族的客卿长老了？此刻，青羽瑞则一脸惊喜，不只是他，听得白梨落这番话，在场的不少族人也的是面露喜色。白梨落可怕是可怕了一点，但是只要不招惹他，倒也不会被他刁难。但是，假如他加入了青羽妖族，那么以他的实力，这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难道还需要本姑娘再说一遍？白梨落眨巴着大眼睛问道。那副天真的模样，真的很容易迷惑人。可是青羽瑞则却很清楚，这个丫头可一点都不天真，这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怪物啊！太好了，梨落姑娘能加入我青羽妖族，做我青羽妖族的客卿长老，这绝对是我整个青羽妖族的荣幸啊！我必须要大摆宴席，宴请八方，向所有人宣布这件大喜事不可。同时，我也会在宴席上为梨落姑娘准备一份大礼。青羽瑞则激动地说道。这种事情以后再说吧，还是先把那个楚风抓回来。白梨落说道。梨落姑娘，这种事情不用你出手的，我们兄弟二人就可以搞定。就在此刻，青羽云龙说道。废什么话，本姑娘说去就是要去，况且我去不因为别的，就是怕你们搞不定。当然，你们若是能够搞得定，本姑娘也就不必出手了。白梨落说道。听得此话，青羽云龙顿时一脸尴尬，其实他的内心非常的不爽，可是奈何他根本不敢表现出来。好，梨落姑娘要去，那自然是事半功倍。青羽瑞则笑嘻嘻的说道。可是随后他又一脸凝重，看向龙虎兄弟喝道。云龙云虎，你们一定要听从梨落姑娘的命令，不得忤逆，明白吗？听得此话，龙虎兄弟内心更委屈了。莫说他们不能忤逆白梨落的命令，就算可以，他们也是不敢啊，谁会没事闲的去得罪这个怪物？而此刻，
若说最欢喜的，其实并非青羽妖族的族人，而是那个跪在地上的粉野刚豪。如果说青羽云龙和青羽云虎出马，他已经是信心十足的话，那么当白梨落出马之后，他甚至开始同情楚风了。若论残忍的折磨手段，其实每个人都有，毕竟修武界从来不缺少凶残的修武者。但是整个东域能够被称为怪物的，就只有白梨落一个人。由此可以看出，白梨落的手段已经残忍到了令人发指的手段。怪物这个称号，他可不是浪得虚名。大人，我也要求同去。忽然间，粉野刚豪说道：“你去捣什么乱？”青羽云龙有些不爽地说道。而见青羽云龙这样一说，粉野刚豪也是赶忙闭上了嘴，不敢再多言半句，让他去吧。粉野妖族的人一同去。可就在此刻，白梨落却是忽然开口。听得此话，粉野刚豪顿时大喜，赶忙不停地道谢，因为他知道白梨落开口后，便不会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哪怕青羽瑞泽也不会，因为他们都会给白梨落这个面子。而只要想到他们能亲眼见到楚风遭受白梨落的折磨，那粉野刚豪的内心便无比的爽快。随后，不仅青羽妖族的人马便一同向楚风等人所在的方位行去。与此同时，粉野刚豪等粉野妖族的众人也是跟随而行。只是因为楚风向他们体内强行融入了那虫子的原因，他们依旧只能跪着，并且除了跪着就没办法再去做任何动作。梨落大人，早就听闻您结界之术非常利奥的，能否帮助我们化解那体内的虫子，让我们恢复正常？一番思考之后，粉野刚豪还是选择向白梨落求助，因为他知道白梨落若是愿意出手，便一定可以化解他们体内的虫子，让他们恢复正常。当粉野刚豪开口后，青羽云龙等人则是眉头紧皱。别看白梨落看样子天真无邪，可这个丫头阴晴不定，连他们都不敢去招惹她。这个粉野刚豪可倒好，竟然敢直接开口让白梨落出手帮忙。在青玉云龙等人来看，粉野刚豪此举简直就是找死。可是谁曾想，今日的白梨落态度竟然意外的好，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对粉野刚豪甜美一笑，以那孩子般清澈的嗓音说道：“这伤是那楚风给予你们的，就应当让他给你们来解，到时候让他跪在你们面前，来给你们解开那结界阵法，岂不是更好？”听得白梨落这样一说，莫说粉野刚豪，整个粉野妖族的人都是兴奋的不得了。回想起被楚风折磨的时候，他们依旧痛苦万分，那绝对是他们一辈子最大的耻辱。但若是能让楚风跪在他们面前，向他们求饶的话，那他们被抹杀的尊严也就得以找回，岂不妙哉？正因如此，粉野刚豪以及粉野妖族的所有人都开始向白梨落道谢，甚至不少人感动得泪流满面，就如同白梨落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一般，对白梨落充满了感激。可他们却没人注意到，在他们纷纷道谢之际，白梨落那稚嫩的脸庞上，清澈的眼眸中却闪过了一抹诡异的光芒。那光芒若有人看到，定会吓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当青羽妖族众人以及粉野妖族的全族前往楚世天族的时候，楚世天族的众人仍旧沉浸在击败粉野妖族的喜悦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似是想看楚风笑话，楚弘毅等三人竟然也悄悄来到了这座主城。只是还没靠近主城的时候，他们便一脸难以置信地愣在了原地，甚至还不停地揉擦自己的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了，因为他们自远处便能清晰地看到，那座壮阔的主城城墙之上竟然插满了楚世天族的族旗。弘毅大哥，这是怎么回事？那楚风他该不会真的击溃了粉野妖族，夺回了这片领地吧？看到那四处飘扬的楚世天族族旗，跟随在楚弘毅身边的两人不仅没有一丝喜色，反而是一脸的担忧。走，随我去一探究竟。楚弘毅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便继续向前飞行。而当他们看到整个城池之内不仅看不到粉野妖族的半个族人，而楚世天族的族人竟然还在载歌载舞，把酒言欢，那叫一个自在。天哪，那楚风居然真的成功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刻，那两人彻底傻眼了。不仅是他，就连楚弘毅也是傻眼了。粉野妖族的粉野刚豪，那可是九品天仙啊，楚风怎么可能将他击败？快看，那不是楚弘毅吗？就在这时，有眼尖之人看到了楚弘毅。听得有人这样一说，人们顿时纷纷将目光投了过去。哎呦，这不是我们的弘毅大哥吗？弘毅大哥，你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吧？可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们让你失望了。哦不，是楚风弟弟让你失望了，我们没有栽在粉野妖族的手中，反而是粉野妖族栽在了我们的手中，现在他们已经全都滚蛋了，这座领地已经属于我们了。发现楚弘毅之后，立刻有不少声音响起，然而那大部分都是讽刺楚弘毅的声音。楚弘毅对外一直很懦弱，可是对内他霸道无比，不许任何人忤逆于他。楚风来此之前，人们碍于他的威严，敢怒不敢言，甚至还要不停地拍他的马屁，讨好于他。但是现在有了楚风为他们撑腰，他们便不必再这般，他们也终于可以把心中对楚弘毅的怨恨说出来。你们这群家伙竟敢这么与我说话，你们是活腻了吗？而看到这些平日里对自己为首是瞻的众人，此刻竟然冷嘲热讽地嘲讽自己，楚弘毅顿时怒火攻心。哎呦，果然是对外怂成狗，对内猛如虎啊！怎么，对于粉野妖族的人，你能打得过斗不敢打，对于我们你就要出手了吗？来啊，打呀，打死我们吧！此事传出去，看你多威风！对，来打我们，打死我们！看楚风弟弟如何收拾你！可是哪怕他开口威胁，人们也并没有惧怕，相反，众人那挖苦的言语不减反增，大有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你们这群家伙！见此一幕，楚弘毅气得咬牙切齿，双拳紧握，甚至身上的血管都蹦了起来。他真的是气坏了。换作以往，他早就出手教训这些人了，只是现在他不敢，因为他真的有些忌惮了。他不是忌惮别人，他所忌惮的正是楚风啊！好了，大家都住口！就在此刻，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是楚平。楚平在大家的帮助下，伤势已经减缓了不少，
而他在楚氏天族的这些小辈之中，本来就有些威信，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楚平与楚风走得很近，甚至在所有人都不相信楚风的时候，他选择相信楚风，所以人们都觉得楚平和楚风关系极好，自然而然的也就更加敬重他。所以他这一开口，人们则是立刻闭上了嘴巴。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就算弘毅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诸位弟兄也不当多多相逼，而这也不是楚风弟弟想看到的，他一定不想看到我们族人自相残杀，大家互让一步，之前的事情全都作罢吧。楚平高声说道。楚平此话一出，尽管有很多人不情愿，可是想到他与楚风关系很好，想必也更了解楚风，所以便也没有人多说什么。三位弟弟，如今这座主城已经重归我楚氏天族，我们不用再回到那个破地方了，从今以后我们都在这里。楚平对楚弘毅说道。楚平大哥，当真吗？你们当真愿意接纳我们？楚风弟弟他会原谅我们吗？听得此话，楚弘毅身旁的两人顿时大喜，说什么傻话呢？我们本是同族，又岂会有真正的过节？这里是我们所有人的家。楚平笑着说道。听得楚平这样一说，那令人更是喜笑颜开，立刻飞掠而来。唯有楚弘毅站在天际上，有些犹豫。见状，那两人赶忙飞掠回去，拉着楚弘毅向下飞掠，落入城中。楚弘毅仍然有些别扭，其实他也很想融入其中。既然楚风如此有本事，那么跟着楚风混，明显会有肉吃啊。但是他之前那般不相信楚风，现在若是低头，他的心里也很舒坦，似是知道他心中所想。楚平也是立刻拔空而起，来到楚弘毅身旁，好是一番劝解。在楚平的劝解下，楚弘毅才飞落而下，落入城中。楚弘毅落入城中后，在楚平的引导下，之前羞辱楚弘毅的人也是上前道歉，众人就像是真的和解了一般。可唯有楚浩言以及楚环宇等人笑而不语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知道楚风是不会接纳楚弘毅他们的。别看楚弘毅他们现在高兴，但等楚风出来，便是他们哭的时候。尽管楚风也在主城之中，可关于楚弘毅等人归来，并且还得到了楚平的原谅这件事，楚风毫不知晓。毕竟眼下的楚风专注于与那阵法相融，而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楚风的一番努力之后，他终于与那阵法相融，也得知了催动这座阵法的方法，还真是不容易啊。成功之后，楚风笑着起身，不知不觉间竟然已是满头大汗。事实上，楚风的整个身子早就被汗水打湿了，并且那皆是冷汗，被吓出来的冷汗。虽然眼下成功了，但楚风却知道这成功来的是多么不易。遇着阵法相融很难，尽管这是他爷爷所布，他父亲修饰过的阵法，可这阵法对楚风却并不友善，甚至好几次楚风就差点受到反噬。若是真的遭受反噬，可绝对不只是给你一点痛苦那么简单，楚风将被吸入阵法，陷入无尽循环的梦。但好在最终他还是成功了，所以楚风才会如此的高兴。尽管这座阵法是此处最弱的一座守护大阵，但它的力量却非常的强。在楚风看来，除非是五品武仙，否则根本无法攻破这座守护大阵。而楚风就不相信青羽妖族会有人达到五品武仙，毕竟就算天赋再强，他们也只是300岁以内的修武者。这个年龄相比于那年近万岁甚至上万岁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儿童一般。所以楚风推断这个守护阵法足以应付青羽妖族。但是楚风并没有沉浸在这喜悦之中，而是立刻动身前去找女王大人。他想与女王大人分享自己此刻的喜悦。而找到女王大人的时候，楚风发现女王大人竟然盘膝而坐，单手双手捏诀，呼吸更是有规律的起伏，那个模样像在修炼，并且非常认真的感觉。楚风可是很少看到女王大人这般。而最令楚风惊奇的是，在女王大人的前方有着一座阵法，这座阵法很是特殊。首先它很小，并且它既不是守护阵法，也不是攻杀阵法，更不是疗伤阵法，它就像是一个展示柜一样。而它所展示的东西则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位于这阵法的中心区域，轻微的漂浮着。这块石头鹅蛋大小，通体漆黑，表面光滑如玉，但无论是用肉眼来看，还是用感应来判断，这石头都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平凡至极。这阵法也平凡，阵法内的石头也平凡。楚风想不通，他爷爷和他父亲为何将他们放在如此重要的地方。而最重要的是，女王大人修炼得非常认真，虽然感应不到，可是无论怎么看，女王大人的修炼似乎都与那阵法以及那块石头有关。我的女王大人，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不解之余，楚风蹲在女王大人身旁，笑嘻嘻地问道。女王大人她很是专注，专注到楚风靠近她都没有发现，直到楚风身影的声音响起，她才猛然睁开眼眸。楚风，你成功了。女王大人起身后关切地问道。搞定了。楚风说道。哎呦，不错呀。见楚风成功，女王大人的小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且问道，那守护阵法能挡得住青羽妖族吗？依我看应该没问题。楚风说道。若是这样，那青羽妖族的人便奈何不了你了。不错不错。听得此话，女王大人脸上的喜悦之色越来越浓。原本女王大人是很为楚风担心的，毕竟他们都猜得出来，青羽妖族要不了多久就会杀到门前，而青羽妖族的实力，他是楚风现在无法应对的。但若有了守护大阵，那便可有恃无恐了。我的蛋蛋，你这是在干嘛呢？我刚刚看你像在修炼。楚风问道。对呀，楚风，本女王的确是在修炼，因为本女王找到宝贝了。女王大人指着阵法内的那块石头说道。楚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还正想问你呢。这是什么？楚风问道。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来头可就太大了。此乃修罗神石，在我修罗灵界内都是修炼的圣物，非常的稀少，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尽管这块修罗神石内的力量已经所剩不多，但是却足够本女王用来修炼了。有了它，本女王的修为定会有所增进，甚至搞不好可以摆脱你母亲结界的束缚，超越现在的你。
也绝非难事。女王大人说道：“这块石头竟这么厉害？”楚风目露惊讶之色，因为在他看来，这块石头实在太普通了，根本不像女王大人说的那般神乎其神啊。这你就不懂了，修罗神石就是这样的，肉眼来看普通至极。莫说你们了，就算我修罗灵界的人，若使用特殊手段，也少有人能够分辨出修罗神石的真伪。但是本女王可以，自从进入此处，我就感觉到它了，没想到还真的是它。哈哈，本女王这次可是捡到宝贝了。女王大人开心的像是一个孩子一般，而楚风也终于确定，女王大人先前的确是在修炼，只是楚风却感应不到有任何的力量。自那石头那一出，也感受不到女王大人有何收获。蛋蛋，你确定吗？楚风再度问道。当然确定，1000万个确定，本女王绝对不会看错的，并且刚才我进行修炼也是有所收获的，只是因为这阵法的存在，我从中摄取力量很难，想要用它修炼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又因为我是你的界灵，咱们有契约在身，在你们这个世界，我若离开你的界灵空间，也需要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你怕是要多用一些时间来这里陪我修炼了。女王大人说道。可以倒是可以，只是楚风的脸上露出不解之色。只是什么？见楚风有些迟疑，女王大人则有些紧张，她是想尽快提升修为的，所以她也希望楚风能够多用一些时间来陪她修炼，只是为何非要到此修炼，直接将她取出，然后你将她带回界灵空间内修炼不就好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女王大人忽然大笑起来，并且还是捧腹大笑的那种。随后她指着楚风，以嘲笑的语气说道：“楚风，你以为这是什么？这可是修罗神石，虽然它的力量很弱了，但只要它的力量还有一丝尚存，就依旧是修罗神石，一具蕴藏着凡人不可触犯的力量，唯有特殊的阵法才能使其移动，否则想要移动它可是非常的难的，至少你现在的修为做不到。”女王大人正说着，可是忽然间她的小脸凝固了，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因为她发现楚风不仅将手伸入了那阵法之内，并且还握住了那块修罗神石。最重要的是，楚风握住修罗神石之后，竟然很是随意的就将那块修罗神石从那阵法内取了出来。亲眼见到这一幕，女王大人那绝美的小脸之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吃惊。我的蛋蛋，你确定这是修罗神石？楚风问道。确定啊，我不是说过了，这就是修罗神石，千真万确，绝对不会错。女王大人一脸肯定的说道。可是按你所说，这修罗神石根本无法拿动它，为何我感觉我可以随意操控？楚风问道。我也觉得很奇怪，你把它给我，我看看。女王大人说着，便将自己的小手伸到了楚风身前。楚风也没有犹豫，因为他真的感觉这石头很是寻常，所以也没有多想，而是直接将手中的这块黑色石头放在了女王大人那白皙的小手之上。可是当那石头落在女王大人的手上之后，女王大人的手掌之上就仿佛承受了巨大的力量，女王大人不仅栽倒在地，手掌更是落在了地表之上。最重要的是，手掌落地之际竟然发出一声巨响，这哪里像是娇柔的身躯落地，这俨然就是万斤巨石砸在地上的动静。蛋蛋你怎么了？见此一幕，楚风则是心疼坏了，上前便欲搀扶。是那修罗神石，快将它拿走。女王大人指着那压在手上的石头说道。是他？楚风感觉诧异，因为这石头他曾自己亲自握在手中，知道这是一个分量很轻的石头，怎么可能压得女王大人的手，并且让她起不了身？尽管内心极为不解，但楚风还是将这石头拿了起来。石头入手却与先前一样，楚风感觉这石头一点都不重。可是楚风看向女王大人，那先前被石头压着的小手却顿时目露惊讶之色，与此同时满脸的心疼。女王大人那白皙的小手留下了一道血痕，那血痕是压迫所致，而这血痕的印记与这石头的形状简直一模一样。此刻楚风的内心再也无法镇定了，这说明女王大人不是装的，这石头真的对女王大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怎么回事？楚风惊奇地问道。本女王还想问你呢。女王大人已经坐起身来，一双眼眸瞪得溜圆，直直地盯着楚风。忽然楚风抬起手来，将手中的石头丢了出去。楚风丢得很高，那石头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很美的弧度。当其在石头半空之时，没有任何异样，可落地之后不仅发出一声刺耳的轰鸣，楚风感觉脚下的大地都是剧烈的一颤。楚风眼中的惊讶之色越来越浓，此刻已经证明这石头非同小可。随后意念一动，那看似极为沉重的石头竟然又漂浮了起来，竟受楚风所控，自动落入楚风手中。楚风，你怎么做到的？见此情形，女王大人更加惊讶了。我只是用威压催动而已。楚风说道。只是威压？听得此话，女王大人的小脸已经彻底变了。她自然知道，修武者凭借威压可以做很多事，不仅可以束缚对手，还可以无形间发动攻击，取对方性命。自然而然的，凭借威压隔空取物这种事情，也就是太小儿科了。但若楚风用威压所取的只是寻常物品也就罢了，那可是修罗神石，在修罗灵界被誉为最强修炼资源的修罗神石啊，多少修罗灵界的高手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楚风竟然轻而易举的就做到了，这让女王大人怎能不惊讶？真的只是威压？楚风说道。你这家伙怎么这么变态，竟能如此轻易的掌控修罗神石？女王大人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楚风，她几乎断定楚风能够做到的绝对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而楚风能够做到一定有所缘由，只是他并不知道这缘由究竟在哪里。会不会这修罗神石只对你们有压制作用？楚风问道。绝对不是，若是那样，那么你爷爷或者你父亲就不会用阵法催动于他，你的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感受不到。女王大人说道。特殊的东西没那么玄乎吧？楚风笑着说道。我可没有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女王大人一脸认真的说道。原来我这么与众不同吗？
楚风笑嘻嘻地说道：“好了，别贫嘴了，你能帮本女王把这修罗神石弄到界灵空间内吗？”女王大人问道。简直轻而易举。楚风张开界灵大门，轻轻一弹，那修罗神石便顺着那界灵大门进入了界灵空间之中，还真是修罗灵界之物。楚风感叹道：“要知道，界灵空间除了界灵之外，其他人是进不去的。哪怕楚风想要进去，也只能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界灵空间，形成一道虚影。换句话说，楚风只能以灵魂形态进入界灵空间，他的肉身根本无法进去，并且不只是人进不去，就连寻常的物品也无法带进去，除非用特殊手段加持才行。而这块所谓的修罗神石，楚风可没有用任何加持的手段，而是直接丢进去的。这已经说明这修罗神石的特殊之处。真想不到，你这家伙居然还有这样的本事！”女王大人仍旧用那意味深长的目光看着楚风。好了，本女王进去修炼了。女王大人扫了楚风一眼后，便进入了界灵空间之内。怎么样，我的蛋蛋，能够修炼吗？楚风将意识投射到了界灵空间之内，完全可以修炼。只是有一件事，本女王必须告诉你，以免你担心。女王大人对楚风说道。可是听得此话，楚风目露担忧之色。他已经隐隐间从女王大人的话语中听出，接下来女王大人要说的是，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托你的福，本女王现在可以随意用它来修炼。而为了加快修炼，本女王会全身心的投入到阶下里的修炼中。接下来一段时间内，我相当于进入闭关状态，你与我沟通什么，我也听不到了，除非我修炼完毕才会恢复正常。女王大人说道。那可有副作用？楚风问道。并没有，只是修炼的时候不能与你交谈，而在此期间你经历什么，我也都不知道了。女王大人说道。若只是这样，那我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的女王大人，你就放心去修炼吧，我也不打扰你了。楚风说话间，便准备将意识投射到自己的身体之中，离开这界灵空间。楚风，等一下！可见楚风要走，女王大人却是赶忙开口。看着此刻的女王大人，楚风心中一动，他能感受到此刻的女王大人似是有千言万语想要与他说，可最终女王大人只是甜美一笑，说了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若本女王出关之时，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本女王可饶不了你。好了，滚蛋吧，不要打扰本女王修炼。女王大人摆了摆手道：遵命。楚风笑着说完此话，便离开了界灵空间之内。可是女王大人所做的一切，楚风仍能感受到。女王大人的修炼就如同先前楚风所见一样，感受不到她修炼的力量。但是楚风知道，女王大人应该已经投入到了修炼中，女王大人的闭关已经开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楚风心中充满疑问。首先他不解，为何修罗神石会出现在这里，还刚巧被他爷爷或他父亲得到，放在了此处。但楚风最不解的是，为何连蛋蛋都无法举起的石头，在楚风的手中却是如此的寻常？还是说他的爷爷或者他的父亲也具备楚风这样的能力，所以才能将修罗灵界的修炼圣物修罗神石放在此处罢了。想破头皮也想不通。待离开这祖武修行界后，还是问问族长吧，也许他能知道修罗神石的来历。楚风感叹一番之后，便离开了此处。而当楚风离开此处，重新回到那座主城之后，也是立刻注意到楚弘毅三人竟然也在城中。他不仅与城内的族人谈笑风生，并且那交谈的内容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族内的一些弟兄。原谅这个怂货，对于族内兄弟可以见死不救，谁需要他原谅？明明谁都不欠他的，只有他欠中魏族人的才是。给我滚出去！猛然间，楚风大喝一声，他这一声大喝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但是当发现那来者乃是楚风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喜悦的，真正害怕的便唯有楚弘毅三人。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楚风指着楚弘毅三人说道。楚风弟弟，是我让他们进来的。我们见状，楚平赶忙迎上前来。然而楚风根本没有理会楚平，而是指着楚弘毅三人再度呵斥道：我说过，日后我们的领地与你们无关，你们不许踏入我们楚氏天族的领地半步。现在马上给我滚，并且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否则见你们一次我打你们一次。话罢，楚风剑眉倒数，一股磅礴的威压顿时释放而出，那威压直冲着楚弘毅三人而去。刹那间，三人被吹翻在地。见此情形，三人哪里还敢犹豫，起身便跑，那叫一个狼狈。好，活该！呸！然而看着楚弘毅三人那狼狈的模样，楚氏天族的这些族人不仅不同情他，反而觉得很是畅快，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呀。不，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高兴，有一个人除外，那便是楚平。楚风弟弟，为何非要这般？我们不是一家人吗？楚平问道。楚平大哥，你仔细看看大家的反应。楚风对楚平说道。而其实不用楚风提醒，楚平也是注意到了大家的反应。其实他是不能理解的，毕竟不管楚弘毅三人再如何过分，他们也都是族人。楚平大哥，我知道你很看重同族兄弟之间的感情，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你那优柔寡断的感情不仅仅会害了你自己，还会害了别人。你若同情他们，你大可以同情他们，没人拦着你，也没人管得了你的想法，但是你没权利要求我们也与你一样去同情他们三个。话罢，楚风便转过身去，因为他不想再与楚平交谈。关于楚平的那泛滥的同族情感，楚风已经与他说过，但是看来他短时间内还是改不掉这种毛病，他需要自己想清楚。楚平大哥，你可千万不要怪楚风弟弟，这件事请楚风弟弟没错。对，若不是楚风弟弟执意要来救你们，楚弘毅可不会来救你。你是不知道，当楚风弟弟说要带我们来救你们的时候，楚弘毅那挖苦的嘴脸，他不仅不相信楚风弟弟，还挖苦我们。他真的不配做我们的族人，不配做我们的兄弟，更不配与我们共享楚风弟弟打下来的江山。楚风走后，众魏族人纷纷说道。听得众人的话语，楚平的表情很是复杂，道理他都懂，只是他仍旧会担心楚弘毅三人。
他仍会不舍。哪怕楚弘毅做过多次伤害他的事，可他依旧在乎楚弘毅，这份情感他真的割舍不下。楚平，有一件事，我想我有必要告诉你。就在这时，楚桓宇忽然站了出来。桓宇弟弟，何事？楚平问道。人啊，要有是非观，不能好坏都庇护。就你这种性格，是不是以后你儿子杀人了同族族人，你也要庇护呢？楚桓宇问道。楚平没有想到楚桓宇会忽然问这种刁钻的话题。其实在我看来，相比于楚弘毅那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你这种烂好人也同样可恨。我知道楚风是不会赶你走的，但是我希望你能收敛一下你的感情，否则楚风不会对你如何，但我总有一日我会对你不客气的。当然你也别怪我，因为相比于你要求我们去接纳楚弘毅他们，我才是真的为大家好。楚桓宇笑眯眯地对楚平说道。但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楚桓宇的笑容中隐藏着多么危险的讯号，他这话可是非常认真的，绝非玩笑。对了，你应该庆幸现在的我还不如你，否则就不是改日了。当你先前要求大家接受楚弘毅他们的时候，我就已经对你出手了，因为你这副烂好人的嘴脸真的让我觉得恶心。话罢，楚桓宇便转身离去。对于楚桓宇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一个人开口阻拦，哪怕楚青和楚双双也没有开口相劝，因为在场的人都知道楚平的性格确实不太好，他内心的软弱迟早会害了大家，的确需要有人来打醒他，而楚桓宇不失为一个合适的人选。与此同时，楚弘毅三人离开了主城，可能因为太过恐慌，他们居然连逃跑的方向都反了，没有跑向之前那片被毁的领地，而是向青羽妖族的方向跑去了。这楚风真是太霸道了，一点亲情都没有。其中一人很是不爽地说道。其实也不能怪他，咱们对他也同样没有亲情啊，如果今日交换立场，怕是咱们会比他做的还过分吧。另外一人说道。你这人怎么向着他说话？我没有向着他说话，而是实事求是，要怪只能怪我们棋差一步，小看了那楚风，所以也就不能怪自己落到今日这般田地了。你这家伙，你是想投靠那楚风吗？难道你不想吗？你若不想，先前就不会进入主城了。你一句我一句之间，二人竟然脸红脖子粗的吵了起来。别吵了，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决定绝对没有错。就在此刻，楚弘毅开口说道。听得此话，二人都看向了楚弘毅，这才发现此刻的楚弘毅并没有看着他们二人，而是望着远方。不仅如此，楚弘毅的脸上竟然还挂着一抹笑容。弘毅大哥，你看到了什么？二人同时问道。他们意识到楚弘毅绝对是在看什么，因为楚弘毅的目光很不同，那是楚弘毅观察远方的一种结界手段。我看到了楚风的报应。楚弘毅说道。楚风的报应？二人更是不解了。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楚弘毅说话间取出了一个小铃铛，他将结界之力灌入其中，那铃铛竟然开始变大，眨眼间便从手指大小的铃铛化作了可容纳10人的金钟。那金钟将他们三人扣在了当中，而随着楚弘毅催动之下，那金钟竟然凭空消失。与此同时，楚弘毅三人也是随之消失，而实际上他们自然没有消失，他们都还站在原地。这金钟是一件结界法宝，可以将他们三个隐藏，配合楚弘毅的结界之术，可以发挥出极强的隐藏效果。没过多久，远处的天际之上便出现了道道身影，那是2队人马，一队人马乃是粉野妖族，而另一队人马就更加利奥的，乃是青羽妖族。青羽妖族和粉野妖族，哈哈，这下楚风倒霉了。看到这2队人马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那2个人终于明白了楚弘毅的话，的确是楚风的报应来了。毕竟粉野妖族是由青羽妖族庇护的，这楚风抢了粉野妖族的领地，又赶走了粉野妖族，现在粉野妖族带着青羽妖族而来，这显然就是找楚风算账的。只是弘毅大哥，为何粉野妖族的族人都是跪着的？是啊，就算找青羽妖族帮忙，也不必这般吧。但很快的，他们2人也是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那就是粉野妖族的人全部都跪在地上，包括粉野妖族的最强者粉野刚豪。你们关心这些干嘛？你们应该关心的是青羽妖族要怎么收拾咱们的那群兄弟姐妹。楚弘毅说道。哼，兄弟姐妹岂会将我们赶出来？狗屁兄弟姐妹，就是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真希望青羽妖族的族人弄死他们。2人恶狠狠地说道。弄死倒不必，但是给予他们一些教训也是好的。楚弘毅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也是露出了满满的期待之色，他非常期待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他也非常期待楚风放下不可一世的身段，跪在青羽妖族以及粉野妖族面前的样子。就在3人探讨之际，那青羽妖族已经来到了他们的上方，并且从他们的头顶快速的掠过。只是刚刚掠过，他们竟然全部停了下来。起初他们有些不解，然而当青羽云龙望向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顿时感到一阵不安，那种目光就像是发现了他们一般。弘毅大哥，我们该不会被发现了吧？2人紧张地问道。不可能，我这碧天钟虽然催动一次之后就会消散，但是它的力量极强，除非龙纹级尊袍界灵师，否则不可能察觉到我们。而青羽妖族的龙虎兄弟虽然贵为5仙境的高手，可他们绝对看不穿我这碧天钟。楚弘毅很是自信地说道。可他话音刚落，只见青玉云龙大袖一挥，顿时风起云涌，狂风大作，就连这大地也是剧烈的颤动。在此期间，磅礴的威压如潮水一般向他们奔涌而来。只听得一声巨响，这笼罩着楚弘毅3人的碧天钟便化作粉碎，而楚弘毅3人也是被那威压冲击的人仰马翻。这一刻，楚弘毅3人的脸顿时变得煞白，他们已经没有心情去想青羽云龙是如何发现他们的。他们现在心中所担心的是青羽云龙接下来要如何惩罚他们，毕竟他们3个也都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一切都是那楚风做的，与我们无关，与我们无关。猛然间，楚弘毅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此刻的他卑微至极，如狗一般，哪里还有平日里欺压同族兄弟的威风凛凛？见此情形，
另外2位族人也是跪在地上不停的求饶：“你们与楚风无关。”青羽云龙问道：“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有的只是血海深仇。”楚弘毅说道：“血海深仇，怎么回事？说来听听。”青羽云龙问道。见状，楚弘毅便将他与楚风的过节讲了一遍，这期间自然也免不了添油加醋。好，既然如此，那我们与楚风的恩怨便与你无关。见你们3人很有骨气，可愿加入我青羽妖族麾下？青羽云龙问道。而听得此话，楚弘毅第3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非常诧异地问道：“大人，您此话当真？您真的愿意收留我们？”青羽云龙说话间，取出3个令牌，那令牌上皆是写着青羽妖族4个大字。他将令牌丢向楚弘毅3人，而楚弘毅3人则是赶忙伸手，小心翼翼地将令牌接在了手中。只要你们丢掉你们腰间的令牌，现在你们就是我青羽妖族的人。青羽云龙说道。愿意，我们愿意。楚弘毅3人毫不犹豫的便将腰间那楚氏天族的令牌取下，换上了青羽妖族的令牌。好，随我们来吧，一同去收拾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楚风。青羽云龙说完此话，便继续赶路，眨眼间消失在了他们3人的视线中。而此刻，楚弘毅3人则是一脸的喜出望外。对于他们来说，能得到青羽云龙的认可，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所以根本没有多想，纷纷御空而航，向青羽妖族众人所去的方向追了过去。然而此刻已将楚弘毅3人远远甩在身后的青羽云龙，却是看向了身后，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们都知道白黎洛就在那里，只是白黎洛不想现身，所以隐藏了自己。黎洛姑娘，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楚氏天族的人，况且还是没有骨气，连自己家族的令牌都可以随时丢掉的孬种，为何要将他们带着？青羽云龙问道。搞了半天，是白黎洛发现了楚弘毅3人，而收留楚弘毅3人也是白黎洛的意思。对此，青羽云龙很不情愿，因为他很看不起楚氏天族的族人，只是碍于白黎洛情面，他又不好拒绝。但是对于他的询问，白黎洛却并未回答。黎洛姑娘，我不明白你到底是何用意？见白黎洛不答，青羽云龙则是再度问道。他是真的看不起楚弘毅3人，若不是白黎洛开口，他绝对不会把青羽妖族的令牌给他们。可是谁曾想，青羽云龙此话说完，顿时一股寒意弥漫此处，将所有人都是冻得瑟瑟发抖。与此同时，白黎洛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我要你做什么，你便做什么，哪来那么多废话？”白黎洛的声音响起之后，莫说青羽云龙，就连青羽云虎以及青羽妖族的所有人都是心中一紧，甚至在那一刻，不少人已是冷汗连连，因为白黎洛的话语之中散发着杀意。抱歉，黎洛姑娘，我并无他意，您不要介意。从现在起，我便按你的指示去做，绝对不再多问一句。青羽云龙吓得赶忙鞠躬赔罪，甚至他的话音竟然都是颤抖的，可见他真的是被白黎洛吓坏了。怕？怎能不怕？这可是白黎洛呀！当感受到寒意的时候，青羽云龙就已经后悔了，在这个怪物面前，言听计从便是，自己干嘛多嘴呢？然而，对于青羽云龙的道歉，白黎洛却是没有理会，但却收回了那股寒意。寒意消散，人们便也意识到白黎洛的气消了，所以也没有人再多说什么，而是继续赶路。眨眼之间，青羽云龙等人便来到了主城之外。青羽云龙等人靠近后，并未立刻发动攻势，而是在主城外的天际停了下来。而这种情况下，楚氏天族的人也是很快的便发现了青羽妖族的众人。不好了，不好了！是青羽妖族的人，焚野妖族的人，不仅找来了青羽妖族的人，竟然连青羽云龙和青羽云虎2兄弟都来了。那可是5仙境的高手，5仙境的高手啊！一时之间，楚氏天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看到龙虎兄弟之后，他们都觉得自己死定了。别慌，他们伤不到我们。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站了出来，对众人说道：“楚风弟弟，你此话怎讲？”见状，楚氏天族的众人则是一脸的不解。虽然楚风很强，可是他们却并不觉得楚风能够对付得了青羽妖族的龙虎兄弟。事实上，现在的楚风也的确不是龙虎兄弟的对手，大家放心便是，他们绝对伤不到我们。楚风很是自信地说道。他之所以如此自信，那是因为楚风不仅掌握了一座守护大阵，并且早在青羽妖族大军靠近之前，楚风就已经张开了那座守护大阵。只不过这座守护大阵乃是无形，所以不仅青羽妖族和焚野妖族的人看不到那守护大阵，就连楚氏天族的众人也同样看不到这座守护大阵，甚至就连楚风也看不到那座守护大阵。可虽然看不到，但楚风却能感受得到。正因如此，楚风才如此的有恃无恐。楚风，到底怎么回事？你总要给我们个缘由啊！是啊，楚风弟弟，为何你断言他们伤不到我们？此刻，莫说旁人，就连楚怀宇、楚双双等人也是忍不住开口询问。毕竟眼下来袭的可是青羽妖族，并且他们已经从楚氏天族的兄弟姐妹口中得知了龙虎兄弟的厉害。这种情况下，他们实在做不到不恐慌。缘由其实很简单，只因为这是我楚氏天族的领地，在这里没人伤到我们。楚风笑着说道。然而他这话依旧没有给予人们答案。在此之后，人们又开始不断询问楚风，他到底有何底牌？但是楚风始终没有告诉他们。楚风想要留一个悬念，也想给青羽妖族的人留一个悬念，因为他很清楚眼下他们的对话，青羽妖族的人都听得到。若是楚风说了大阵的事，那青羽妖族的人也就知道了。那样一来，可就没意思了。果不其然，青羽妖族的人虽然没有出手，但却监视着主城内的一举一动。楚风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话，他们都听到了。大哥，这个楚风可真是够狂妄的，他已经看到我们了，竟然还如此的气定神闲，口口声声说我们伤不到他们，他简直就是没有把我们兄弟2人放在眼中啊！青羽云虎很是不爽地说道。跳梁小丑罢了，有他害怕的时候。青羽云龙说道。我真想出手教训一下这个混账。青羽云虎说道。别急，听从黎洛姑娘的，
青羽云虎说道。听得此话，青羽云虎也是不再多言。他们来到此处，却并未立刻出手，主要原因乃是白黎落下的命令，他们必须按照白黎落的指示去做。对于白黎落的指示，他们不敢不听。况且，其实他们也觉得白黎落的方法很有意思，那才是对处世天族真正的讨伐。